要把是开一开呢。美丽一会儿，其实每天还是要有点新鲜的空气进来。这出镜率好高哦。我现在也开始想要弄 IVF。做 IVF， 你是怎么判断这个事儿？就是你的想法是什么？之所以我现在会开始考虑，并且想去尝试，其实就是因为我想要有一个确定性。因为卵子质量下滑、精子质量下滑，它不是一个我们可以预见的事情。所以如果我现在早点有这个打算，你就保有了这种可能性。是。我现在心态非常的良好，我觉得自然受孕和 IVF 这两个事情都是我心中两个可选项。宋主任，我们又来了。坐。从4月下旬到5月下旬，它的总体的那个密度和活力是差不太多的。不用担心，你这个标准呢还是可以处在能够自然受孕的标准。我算了一下，我从4月17号开始健康生活，我的卵子能养得很好，要4个月。我觉得就8月17号以前没有自然受孕的话，之后我就会考虑去做 IVF。Hello 呀，糖宝。原来这些地方全是，对，现在这儿已经没了，但是这儿还有。所以我会觉得最近这一段时间还是要认真的调理啊什么的，真的好很多，并且，其实如果将来我们要做 IVF 的话，做这个携带者的筛查，其实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步。开心你好呀，神经病，你今天看起来状态很好呀。我躺了4天了。对，我听你声音都感觉疲惫是吗？我现在不疲惫了，前几天听你跟我发语音，感觉有点疲惫。开心，他那种病属于是先天性结缔组织发育不全，它是一种基因突变。像我一个基因突变的情况，如果早一点发现的话，是可以早一点干预的。但是就因为发现的太晚了，已经多器官受累，有器官衰竭的情况，就没有办法了嘛。所以从治疗的角度上讲，当然是需要，提前做检测去发现，提前去预防一下。他提醒我说可以去做一下基因检测，这个大概3周左右出报告啊。好，因为我是那种如果任何事情没有做到我认为的好，我都会自我谴责比较重的人。所以备孕这个事情，我该做到的我都做到了，我心里是安稳的，这对我的身心健康来说也比较好。Hello， 嗨，Tom，欢迎 ，Hello，哇，这是真是做上饭了，这是。大家好，我是曹鹏，是名脊柱外科医生，来自上海长征医院。哇，这是你们最近读的书啊，小杜。哇，你看看，这都教你成啥样了？哎，压力也太……然后从这儿开始，你看看这个书。40周轻松好运生育笔记吴医生陪你，我的妈天哪！这叫什么？差生文具多。我得做一会儿饭。你这个越来越像上海的老爷们儿，我要做饭。来碰个杯。谢谢小鹿，谢谢 Tom， 谢谢弟弟的协助，谢谢新来。弟弟。哎，弟弟都在等你干杯呢。干杯呢？干杯 OK， 干杯，干杯。我觉得作为这个脱口秀演员，能在脱口秀演员家里吃早餐，我觉得闻所未闻。约的早餐啊，这点不都应该睡觉呢吗？还没醒呢都。也是。但我俩现在健康挺多，我们基本上控制在12点。我觉得备孕这个事情，整个这个过程是对人类非常友好的。你其实就吃好、喝好、睡好，对自己好。我最近在写这类的段子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过的哦，原来这件事情本身是这样的。有没有去线下去试一试啊？有去开放麦啥的。哎，之前不是说让他去开放麦吗？他也要去的，他最近打算去。去讲这个备孕的一些经历。对。你有什么觉得是很特别的，或者说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？在没有经历这件事儿之前。怎么说呢？可能我身体的情况吧。身体的情况 ，OK。对，我也去做了一个检查，然后发现其实我的质量也不是特别好。让他用喜剧消解一下负面情绪。对，试试吗？我觉得可以试试。对，反正我看小鹿，他是很多问题都放在台上，这个很勇敢。我感觉现在
真的是有机会把我很类似的这些问题放在台上，就是真正的面对，让这个问题变成平常。其实汤包真的挺好的，好有魅力的，修养。他可以理性思考，可以站换位思考，就这2个太重要了。情绪也很稳定，也听得进别人说话。那你新的专场是完全以这个为基础？没写，目前完全没有想，说要去写专场的事情。然后我现在在写的是因为喜单，喜单3我要去讲一篇，然后我发现当我休息了一段之后，我写东西非常快。天哪，这几天就这样，就是这几个星期，我每次一醒，小鹿已经在写段子，也一个多星期吧。过去这个月没那么勤奋啊，就那个星期，就我早上一起来，然后我想，哎，还没写完，我就是那种很机械的从那儿出来，然后喝一口水，然后我就进去坐着，然后就开始写。而且我觉得你的生活中只一个事情，你能这么专注，别的事儿很分散注意力的那种，除了这个写段子，非常专注。为什么又会接一个比较占用时间的工作？我能接受自己暂缓，但也不能接受自己完全不工作吧。曹医生带孩子挺费心的吧？你们平时门诊那么忙，这事儿确实忙起来顾不上了，更多的就是靠他自己琢磨呀，自己学。这学而思学习机确实不错，我现在也琢磨呀，给我侄女他们换一台新版的那种15寸的超清护眼大屏。新升级的国际英语板块还新增了很多丰富的原版英语资源，读视听说写都能练习到，很适合你这样想双线培养孩子的家庭。而且学而思可是做了22年的专业好内容，哎呀，这学而思学习机真是选对了哈！学习机里还有特别多的 AI 功能，孩子能够自主学习，爸妈更放心。那这东西听上去确实挺不错的，我回去让他试试。吃一点东西，马上就到我了。你知道开饭麦是5点45的吗？辛苦了，没事，我可以先讲一个开放麦，然后吃点东西，再去下一个吧。下一个演员的名字是小鹿。大家好啊！我是小鹿啊。我最近呢在备孕，而且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很保守的人。你要说我为了备孕，我真的敢那么坦然的就，我啥也不干，我觉得我做不到，因为那样我会很痛苦。我觉得底下那个观点还是都不够。那就是把前面这个部分我再压一下。但我现在这样适度的做一点，我心里是安稳的。像我最近可能这种很密集的赶很多的开放麦，其实是因为喜单这个量级的露出，我会非常担忧它的质量，所以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去把它完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鹿哈。等我缓一下，赶场真的很累啊。而且坦诚的讲，我是享受去做开放麦、去演出、创作、写东西的。这份工作，我是站那个台上讲的东西，别人听，我要对听的人负责，也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。到处都在响啊！11点了，我该睡觉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汤包，我是汤包。这个名字太可爱了。这个名字太可爱了。哪一个男人影响了我的气质，影响了我的气质。我很佩服小鹿，他把一个大家觉得很丢脸的问题到处都说，是吧？他把一个大家会觉得一个很丢脸的问题说出来，让问题变成平常，让问题变成平常，你太可爱了吧！让问题变得平常，对，让问题变得平常，让问题变得平常。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， 所以就是动作
比动作的声音比这还吵，maybe 不知道。我觉得压力很大。哎呀，因为中文不是我母语，我得花大量的时间去背。前段时间我去做了一个检查，背完了之后你也得表演，但口音，好可爱。永远4、5岁，哎。开放麦好像都是你一个人在家里。哦，对。你没有跟小鹿去演经吗？因为他其实特别忙，这几天就是他时间非常的紧张，压力也比我还大，不想去打扰他。对。汤包 Hello， 宝，怎么样，今晚？挺好的。我有个梗还没有很好。能删吗？那个不好删吧？其实也可以。我先听一下我的那个。说托马斯在这个节目当中检查出一些生育问题。这个哪儿有梗啊？哪儿有梗啊？不好笑。他们都笑。好笑。我要来给你讲一下厉害的脱口秀。震撼世界了吗？对。来吧。好。下一个演员是汤包。哎，拍照。这好做作，我就不信你上台好意思这样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汤包，这个名字太可爱了，影响我的气质。哪一个男人喜欢被别人叫可爱呢？好捧场，你不这么笑。观众就是会这么笑的。你要习惯，你不要习惯自己背诵，你要习惯讲段子，会有人总在一些奇怪的点打断你。我就扮演那种观众，要给你接受这样的刺激，好吧？来，我现在眼睛太干了，我睁不开，我闭着讲。前段时间我去做了一个检查，发现我的小蝌蚪有点问题。哎，我就更不像一个男人了。你这个都像。观众肯定会笑。如果各位兄弟也有困难，跟我一起站起来。不是跟我一起站起来，就是兄弟们不要害怕，我们一起面对。你站起来，站起来。没有人吗？哦，好的，就我自己。好，那谢谢。他的确会撒娇，真的。他们俩还是很合拍的。我喜欢你的想法，我觉得可以落地。来到我家里吃饭，跟我说，你们这些中午吃剩的这些剩饭剩菜，要把它丢到垃圾桶里。没那么紧张哈。我可以的。放松。查了一下，也要放松。好。2020年 PK 大赛，他拿到2020年锻炼一下青春有你最火的一年。他参加了个青椒鱼，压力大，特别大，因为我之前就去了几次那种正常的开放麦，然后那个时候我都觉得非常害怕、紧张，然后这次我又得讲这个讲段子，然后后面又有一个惊喜。今天是我们结婚2周年，所以就准备了惊喜。小鹿他就是我人生陪伴的人嘛，就绝对是我世界里最重要的人，就是他。你真棒！你是最棒的。或重见光明，就别出来。我们结婚这2年很顺利，很开心。加油！但是现在也面对这个备孕的挑战，我就希望我们能一起面对，后面希望可以更顺一点。下一位小鹿。
这个惊喜，我希望不会让所有人都很尴尬。我很希望小鹿会喜欢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鹿啊。好，先拍一会儿吧。好，差不多，也没化妆，不值得你们这么拍啊。我最近呢在备孕。备孕真是备孕拯救世界！我现在太喜欢备孕了啊！我甚至现在录制了一个真人秀，全程记录我备孕，朋友们隐私全部暴露。托马斯在这个节目里面啊，检查出了一些生育问题，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损生育。因为大家总觉得啊，这种久备不孕的夫妻都会过得非常的凄苦。大家都会觉得啊，你笑那是强颜欢笑，啊，你出门丢个垃圾那都是故作坚强，你在河边散个步都有人劝你想开一点。确实有一些过来人朋友啊，总跟我讲说我太认真了，备孕不用这么认真啊，还举例子说我自己以前也熬夜喝酒，这孩子不照样就来了吗？这不也还可以吗？我真的很难接受说自己的孩子还可以，我无法面对这样答案。我就心想，虽然我知道他是好心，但我心里也忍不住反驳说，如果你稍微再努力一点呢，这孩子会不会就更棒一点呢？啊，你想想，你的孩子现在3岁会读古诗，你就觉得很厉害了，他也许1岁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稍微再努力一点啊，别人的孩子一出生就是哇哇哇，你的孩子一出生鹅。其实我这么努力的备孕，我其实都不是为了那个孩子，我其实为了自己能够问心无愧啊！因为我是一个认真做事的人，我希望我这么竭尽全力，全部都做完，我所有的努力之后，以后面对那个小孩，我不会在他数学考0分的时候心想说，哎呀，当天晚上不应该熬夜喝酒。我会坦然的面对这个孩子，不管他怎么样，我都会告诉他，宝贝，我尽力了，你已经是最好版本的你了。虽然考了全班倒数第1，但你是最棒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给大家介绍一下下位演员。下位演员呢有一丢丢的特殊啊，他是今天我刚才在段子里提到的男主角托马斯啊。也叫汤包，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没必要拍，小鹿已经走了哈。大家好，我叫汤包，也有人叫我兜包、汤圆，还有小鹿老公老师。汤包这个名字是我刚来到中国的时候，我朋友给我取的。我觉得他算计了我，因为这个名字太可爱了，影响了我的气质。哪一个男人喜欢被别人叫可爱呢？哎，我很不喜欢别人叫我可爱，我觉得很不 man， 就是不像个男人一样。直到我前段时间去做了一个检查，对，发现我小蝌蚪有点问题。有点懒，不爱游泳，真的是更不 man 了。我气死了，我觉得很丢脸。怎么我一个澳大利亚人，我应该最擅长游泳，小蝌蚪怎么不会游泳呢？小鹿之前也查出了一些输卵管的问题，他哭了1个下午，然后就直接去开放麦。把问题变成段子，到处都讲。但很神奇的是，他的专场顺演结束之后，他的这个输卵管的问题就没了。对，笑是最好的解药。所以今晚我要来到这里，告诉各位兄弟，如果你的小蝌蚪有问题，不要害怕，我们一起面对。不要害羞，你们站起来。有吗？有小蝌蚪有问题了？
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哥，你还行是吧？好，没问题 ，OK。好吧，好吧，感觉大家都没问题。好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其实我还有2句想说一下，因为今晚其实我上台也不只是因为这个小蝌蚪的事情，其实今天是我和小鹿2年婚礼纪念日。刚好今天就是2年前我们结婚的，对，所以我想邀请小鹿再一次上台。啊，对，有点惊喜。干嘛？我想谢谢几个点。我就是首先我想谢谢这个舞台，还有你们这些观众。因为。因为虽然对于我来说这个舞台很陌生，但是其实他们就是观众，还有这个舞台都是对你非常重要的，也让你变成了一个那么勇敢、完美、美丽的人。然后我的最好的朋友还有我老婆，所以我很开心。好感动。每个老婆不想听到这种夸奖。然后我还想说，就是虽然我们这段时间北运确实是。遇到了一些挑战，但我相信其实这些挑战会让我们更好，然后我们最后的那个结果会更甜，所以我很开心。对，真的好感动。对，所以谢谢。好，那我还有一个小惊喜。你不来，很抱歉占用公共资源。这是啥？这个是我们对散了。对，这个是拼的，我花了大概20个小时拼这个。然后这个是我们一起拍的第1张照，所以我们可以就纪念那。谢谢。这个图片非常有意义，它是我们最早第1张照片，是我们所有的图片里前5重要的图片，而且那个图片我们没有电子版，只有一个很小的照片，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能复制它，也挺有意义的。天哪，你是搞这个？你哪里来的时间呀？没有时间，真的是，所以我一直跟你说我在加班。完全没有想到，他叫我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哎呦，天哪，我怎么从来就没有1秒钟想到过说，他会认真的搞这些，但其实我应该想到的，因为他一直在做这些，我有点惭愧，因为我确实是啥也没干。好感动，楷模哈，楷模，完全提高了所有男性送礼物的门槛。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谢谢。怎么说呢？天哪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我啥也没干。在上海每天孤零零的零下半，很想回陕西保定能从老家来。搞好你的。在上海我对我真的是一点时间都没有。喝咖啡去。谢谢你努力的给我们创造生活。挺不错的哈。你看这个衬衫。对。这些惊喜，我希望我能永远去做，因为有时候人就是需要一个小提醒，我们这个爱是很重要的，而且我们这个关系是很宝贵的。明天后天好好做，然后可以一起休息，可以去吃个饭。对，我觉得我们俩好像好久没出去了哈。对，我带你去一个餐厅，超好吃。哎，想阳光灿烂的一天，跟你一起啥都不干。汤包，它对我来说很像一片海滩，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容易放松，也不会享受生活的人。Surprise！ 哇哦，谢谢！婚礼2年纪念日快乐！谢谢。
这么多年，我的所有视线都是盯着我要去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要去完成什么样的事。那是我自己想的这个字儿，就是结婚2周年，这个蛋糕没有我那么甜，但是它会让我有那种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，也会记得生活很美好。完美，哦耶！这个蛋糕还是比我们的婚姻甜。这是假话。这真的是糖糕。完美的一顿饭，怎么有这么好的老公呢？因为有这么好的老婆吧。就待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会有厌倦的时候？不会，我就觉得跟他待在一起，我又放松，又觉得有被陪伴。他应该是就我最喜欢待在一起的人。我要去录制的酒店了，拜拜。我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回家。好的，我看看我能不能，我能不能后天去看看你的表演，好不好？你告诉我时间。好。然后我去陪你。辛苦你了。拜拜。呀，今晚早点睡觉，到9点就睡了。好，拜拜。晚安，拜拜。关灯睡觉。哎呀，咱们不复活了，快站起来走吧。小鹿好幸福，对，好甜哦。哎呀，没有我幸福，跟我那一比，我觉得。来谈谈感受，世明哥。我们大家都替你开心。这一天对你来说，除了满满的爱之外，也有满满的压力吧？很大，因为那个东西是品豆这个事情要花时间的。对，像3个小时，我弄了那个黑色的线，然后那个东西有1万个豆，所以对我后面花了4天，对，然后就一直在那儿一个一个拼，然后就是我周围的人都是那种小女孩，就是过来跟我打个招呼，哎，你会英语吗？你哪儿来的？就是我在忙，我在忙，好成功。所以你开放麦说完了之后，你是觉得说，你能面对这个事情更平常了吗？确实，因为我都自己对自己说了这个事情已经可能100遍，说多了以后自己觉得，哎呀，这也就那回事儿。对。我倒想问问，真的，如果在场的各位男士，就是有没有胆量敢这样面对这样自己的问题，而且跟大家在这种比较公开的场合来讲？我刚才看的时候，我其实特别感动，因为它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隐秘的话题，甚至难以启齿。但是他们却把这个公之于众，并且以这样的形式，其实给很多同样困苦的人带来了很多的慰藉，甚至信心。包括你在台上的豁达的状态，然后我还看到了你们夫妻之间的那种恩爱，我觉得。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了，我就刚才一直在这双手合十，我想祝福你们，真的希望早一天能听到你们的喜讯，真的。谢谢。你们想要去做这个基因筛查，那后来去做了吗？对，去做了，然后就发现很多知识，又学习了，这个像备孕史啊这种基因筛查，主要是要查哪些项目啊？每个人查的东西其实都不太一样。哎，那这样吧，我来问问美团买药的小团健康管家，备孕前做基因筛查需要做一些什么项目？你看啊，他回答了，备孕期间的基因筛查主要包括单基因遗传病携带者筛查，还有包括染色体异常筛查这2个核心的项目，可以评估后代遗传病发生的风险。我们都被科普了，又学习到了。哎，我其实有一个特别感兴趣的事儿，就是因为这是你第4次来我们这个观察室了，然后这个当中我们问过很多问题，说哎这个事儿你们是怎么想的呢？你的回答的第一句经常是
我们聊过这个事儿，好多回了，就聊这么重要、相对比较正式的问题，你们是怎么发起这个聊天的？谁发起？我觉得我们都会发起，因为这些都是那种我们都在思考的事情，而且很重要的问题，对于我们来说，你们好奇的点，我们肯定更好奇啊。你知道很多夫妻不聊的。很多夫妻，比如说有人可能会想到说，哎，万一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得不到一个孩子怎么办？另外一方会快速的说，啊，我们不会这么倒霉的，先不说，就把这件事情给绕过去了。对，所以不聊，其实就会有很多隐患攒在这个里面。我觉得很重要聊这个，因为就是有一个危险的事情是，我们互相以为就是没有这个事儿，那我们这个关系怎么办？所以就是提前说，其实这个不会影响我们的关系，而且就不要想这个是对会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糟糕或者什么的，就是我觉得要避免那些想法。对，我觉得你做的，我刚才跟倪老师在这交流，让很多人会觉得很羡慕。人生哪有没有困难的？你们这种面对困难的办法啊，会给很多夫妻会有一个榜样和启示帮助，挺了不起的。观众会感谢你。谢谢。李萍老师哭了一张又一张的是感动。对呀，感动啊！真的，我们都很感动，真的很美好。但是我们也会有矛盾，也是会有的，而且我感觉跟你们的非常相似啊！不会吧？就是比如说拍照什么的，这个我们你把它拍得不好看吗？对，而且他觉得你不认真或者什么的，但其实我是能力不够做这个啊，我们是能力不够。那个我觉得你们不用比，只要我拿出我老公给我拍的照，你们一定都输了。那个我就给你描述一个状态。首先我老公很高，然后呢他永远这么拍，然后我就1.2米。啊，对，这个不是最重点。有一回我在古北水镇，我说那个你要把后面的长城跟我都拍在一起。长城啊。等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，长城是全的，整张照片的右下角有我一个头，只有头哦，没有肩膀，没有脖子，只有头和一条蜿蜒的长城在那里。真的需要一个课程，我觉得。哎，你们吵架吵到后面怎么收场呢？你会生气吗？我觉得他不用说话吧，他就无辜脸一放，那就被治愈了。我觉得。比如小鹿说：“哎，这照片太难看了，没认真拍。”哦，没认真拍。我也会就是问具体，那我怎么拍更好呢？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个事情是，他会让我先站在他要的那个位置，然后他会摆好，然后说我要这个构图。对对然后我可以模仿，就是达到他想要的样子，然后这个稍微好一点，进步了。但这个事情我觉得确实需要什么课程，给老公学习怎么拍照。但是你最棒的是你的这个态度。因为妻子是会看到的，她很笨拙，但她在为我做。我们所有人都会为此感动，不是说这个东西，多复杂或者怎么样。我是觉得这个态度，就她愿意去做这个事情，就会让所有的女性，包括男性也一样吧，应该会觉得说 ，OK， 我喜欢这份真诚。是，我觉得这是让我们感动的点，是这样子的。谢谢。无论如何，让我们看到一些幸福的人。这世界需要幸福的人，真的。治愈，超治愈。再发散性的问一下，你跟那个小鹿，就是吵架有没有最严重的一次？为了什么事情？你有印象吗？我跟你们说了，我洗了那种火锅的那个插进去，那个用电插进去的那个电火锅。对，然后那个锅不是那种你能拆，是一整体，然后你懂啊，然后废了嘛。当时小鹿就很生气，我记得他说了一个我觉得很厉害、有点伤心的话，就是他说我不是伤心因为这个锅，我是生气因为这个事儿是我
不吃惊。我懂了，因为他预设了你，预判了你，对，会搞这种，会搞这个乌龙出来啊，这就是你们最大的事儿吗？这不是，我不一定说这是最大的事儿，但是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个。这凡尔赛啊！我也觉得。对啊，这在所有家庭里边都不是个事儿。是我们一定要带着就是。怎么说呢？最真诚的这种希望你们2个人能够备孕成功哈啊！当然也不要有压力啊，肯定会有好结果的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一段可以聊的热聊话题。第2个，我也觉得第3个挺有意思的。第2个、第3个你都愿意聊？对，都愿意聊嘛。情绪稳定的伴侣可以给予多大支撑力？世明哥。这个话题没有你，但是每个字都指向了你。说实在，今天因为他们是主角，我们在分析他们，但是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有这个问题的。说实在，因为人嘛都有情绪，所以能够有时候有情绪稳定的时候，就会带来很多理性的好的结果，对吧？对，我觉得情绪稳定。也不是跟情绪有关系，是跟这个沟通有关系。因为其实你少了一些偏差，那你的情绪当然稳定啊，谁不稳定啊？他们不觉得委屈的话，就是沟通最重要，沟通，对，好好沟通。对，就这我懂你的意思，你懂我的意思，特别有发。对啊，我们2个就是沟通不在一个线上，所以才吵嘛。对啊，就是有那个偏差。情绪稳定的人做什么事成功率远远大于情绪不稳定的人。夫妻也是，夫妻家庭经常是根本就不是事儿，就是因为情绪把它生成了事儿。冲动是魔鬼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有，包括你都不好意思说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讨论，好吧？也发表你的建议在微博上面。我们接下来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段，也就是我们的淘淘讲。